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易彩，和你一起了解生活，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女人到了70岁才开始进入衰老期，这些部位会悄悄变化。希望你喜欢，订阅支持。等你到70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在网上看到一位阿姨叫晶晶，仅从她的照片来看，你几乎无法相信这位笑容灿烂、皮肤被阳光亲吻成小麦色的女性，已经步入了70旬之年。晶晶是2个孩子的外婆，她的前半生如大多数人一般平凡而充实，经历了工作的起起落落，直至退休。然而就在她即将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命运却对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患上了一场重病，经历了数次重大的手术。在60岁那年，她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瑜伽。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逐步挑战力量训练，甚至学会了倒立。这一切她用了5年的时间来达成。67岁，她又找到了新的激情，徒步和旅行。69岁，她更是勇敢地前往大溪地，学习了潜水。而到了70岁，她完成了人生的第1个纹身，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晶晶从不依赖昂贵的化妆品，饮食也简单朴素，但她的生活态度却让她焕发出远超实际年龄的青春活力。有人甚至惊叹，她看起来只有30岁。面对网友的赞叹，晶晶坦然地分享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坦言自己患有多种老年慢性病，关节炎和腰椎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她。10年前，她也曾是个喜欢安逸的人，能坐车就绝不走路。但如今，她已经徒步穿越秘鲁，通过国际专业潜水培训系统，在亚马逊河进行了探险。同时，她还负责照顾2个孙女，甚至在忙碌之余还学会了彩铅画。这10年间，晶晶的生活比许多年轻人都要丰富多彩、紧凑充实。到了70岁，意味着身体已经全面进入衰老期，但怎样过却取决于自己。正如古人所言，人生70古来稀。这句话传达的是，在过去，能活到70岁被视为一种难得的幸运。然而，时至今日，随着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达到这一年龄已不再是奢望。如今，当我们到了70岁，更需思考的是，如何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有质量呢？70岁后，这些部位会悄悄老化。大脑。大脑作为人体的核心指挥中心，它引领着我们的运动与语言功能。对于老年人来说，有2种大脑相关疾病尤为令人担忧。首先，脑血管疾病，如脑梗死与脑出血，它们如同潜伏的危机，威胁着健康。再者，老年痴呆症，这一病症同样不容忽视，2者均蕴含着极高的致死与致残风险。若老年人突然遭遇脑血管疾病的侵袭，可能会面临头痛、眩晕、肢体感觉麻木、与力量减退、行动不便、言语丧失清晰，乃至口角歪斜等一系列令人不安的症状。而老年痴呆症的降临，则悄然带走他们的记忆能力、计算能力，语言功能逐渐衰退，情感与行为也出现异常，最终导致独立生活与工作的能力丧失。肺部。肺部作为气体交换的关键区域，其功能不佳将直接导致氧气摄入不足与二氧化碳排出受阻。随病情发展，患者将面临日益加剧的呼吸困难，
甚至日常活动都将大受限制。进入70岁后，老年人群体更易受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结核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侵扰。这些疾病均会不同程度地削弱肺功能。同时，由于免疫力的自然衰退，老年人还面临着更高的肺部感染风险。即便是轻微的细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对其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当老年人出现异常的咳嗽、咳痰、卡血、发热、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应高度警惕肺部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就医以获取专业治疗。3. 心脏。从70岁起，老年人的心脏因自然老化而面临挑战，其功能逐渐衰退，导致患者遭遇胸痛、胸闷以及活动耐力的显著下降。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他们年轻时或许能轻松攀登多层楼梯，但70岁后，连一层楼梯的攀登都显得力不从心。此外，70岁的老年人更容易受到冠心病、瓣膜性心脏病、扩张性心肌病以及风湿性心脏病等心脏疾病的侵袭。4. 肠胃。随着年龄增加，肠胃系统逐渐变得脆弱，不仅容易遭遇功能性障碍，还面临器质性疾病的威胁。功能性障碍主要体现在肠胃蠕动减弱、消化液分泌不足，从而引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具体表现为腹痛、腹胀等不适症状。此外，老年人患胃癌、大肠癌、肝癌、胰腺癌等器质性疾病的风险显著增加。这些疾病导致老年人出现食欲不振、营养不良、贫血、消瘦等严重后果。5. 内分泌器官。对于女人而言，到了古稀之年，维护内分泌器官的健康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包括了甲状腺、乳腺、子宫及卵巢这些关键的身体部位。许多女性可能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进入绝经期后，这些器官的健康问题便不再那么紧迫。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都会逐渐衰退，内分泌系统也不例外。对于甲状腺而言，它负责调节身体的代谢速率。若其功能出现异常，导致甲亢或甲减等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而对于乳腺、子宫和卵巢，尽管绝经后它们的生理功能有所减弱，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彻底退休了。相反，这些器官仍然面临着癌变的风险，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风险还可能逐渐升高。因此，对于70岁的女人来说，定期进行内分泌器官的健康检查至关重要。通过及时的筛查和诊断，可以尽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从而避免病情恶化，保障身体的健康与安宁。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均衡的饮食，以及适量的运动也是维护内分泌器官健康的重要手段。2. 做好这些事，让衰老来得慢一点。尽管已经跨越了70岁的里程碑，但在此之后的岁月里，追求有品质的生活依然是一门艺术。不论往昔身体如何康健，一旦步入古稀之年，已经开始变老了。因此，我们需要提前规划，制定策略，尤其是在维护健康方面，更应竭尽所能，以应对年龄增长所带来的种种变化。1. 正确对待疾病。人到了70岁以上，身体难免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健康问题。在这个阶段，出现疾病实属常态。只要这些疾病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或不至于严重干扰生活质量，
便是极大的幸运。无需过分羡慕那些在体检或化验中表现更佳，甚至看似无病的朋友，因为他们的寿命未必就比你长久。许多慢性疾病是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管理和调控的，它们往往与年龄增长、身体器官的自然老化密切相关。例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骨质疏松、腔隙性脑梗、冠心病、白内障等，这些疾病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长期伴侣，直至生命尽头。面对这些疾病，我们应通过科学的饮食管理、合理用药以及适量的运动来尽量维持其稳定状态。尽管彻底康复可能难以实现，同时我们需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从网络、书籍等渠道学习相关的健康科普知识，以便能够正确面对疾病，既不盲目恐慌，也不掉以轻心，努力让这些多年的基础性疾病保持在可控范围内，防止其恶化或引发更严重的并发症。这就是我们这个年龄阶段面对这些疾病时的理想状态。2. 按医嘱服药。若您患有基础性病症，诸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或痛风等，务必每日遵循医嘱，定时定量服药，切莫遗漏。在您外出之际，首要之事便是确保携带药品，其重要性堪比身份证与手机，缺一不可。为防遗忘服药，推荐您使用日历辅助，每日服药后在日历上做出标记，以此确保服药准确无误，避免漏服或多服的情况发生。对于患有冠心病的老年人，家中应常备急救药物，如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复方丹参滴丸等。请将这些急救药品存放在家庭成员皆知且易于取用的位置，并详细告知家人，在何种情况下需取用何种药物，服用剂量及方式等关键信息，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有效地提供援助。3. 常怀感恩心。学会心怀感恩，是一种让人心生满足与幸福的源泉，同时也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当我步入70之年，深感自己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我们应当感恩大自然的慷慨馈赠，它赋予我们衣物与食物，让我们免受饥寒之苦，享受生活的美好，进而追求健康与长寿。我们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他们赋予了我们生命，让我们有机会体验这世界的多彩与丰富，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我们还要感恩伴侣的陪伴，使他们与我们携手共度人生风雨，相互扶持，共同走过那漫长而充满挑战的人生道路，无怨无悔地陪伴在我们身边。此外，我们也不能忘记感恩家人、儿女以及社会，是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与从容。怀着这样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会更加容易感到满足与快乐，内心将充满阳光与温暖，这自然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与长寿产生积极的影响。4. 珍惜身边人。少年夫妻老来伴儿，晚年有个老伴儿是幸福的事儿。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说说贴心话，唠唠知心客，不寂寞不孤单。到了这个年纪，能够携手共度，心灵得以安定，情感归于宁静，家中有老伴的守候，显得格外温馨而温暖。即便只是默默相伴，那份简单而踏实的幸福感也足以让人满足。因此，我们应当倍加珍惜那份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的情感，尽可能地多陪伴彼此走过每一段旅程。
对于身边的老友更应珍视。经过数十年的筛选与考验，能够留下的必定是那些与我们志同道合、情感深厚的朋友。平日里，我们可以一同打牌、品酒、品茶。这样的相聚不仅增添了生活的乐趣，更有助于身心的健康与长寿。当步入70岁之后，子女大多已步入中年，他们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实属不易。此时，我们应学会体谅与珍惜子女的不易，力所能及的事情尽量自己去做，这样既能预防老年痴呆，保持健康，又能减少子女的负担，让家庭更加和谐美满。5. 合理的膳食。70岁之后，若面临牙齿缺失的问题，建议尽早采取修复措施加以补充，否则咀嚼功能的衰退将显著影响食欲与食物的美味体验，进而干扰食物的消化与吸收过程。鉴于此时段胃肠道的消化与吸收能力已显著减弱，饮食调整显得尤为重要。请确保膳食中富含优质蛋白质，避免过度依赖素食，以免身体日渐消瘦，并增加缺钙及骨折的风险。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包括鱼类、蛋类与肉类等。建议每周至少3次将鱼类纳入餐单，此举有助于降低约 30% 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每日1枚鸡蛋的摄取是理想选择，且不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此外，请务必保持每日新鲜蔬果的足量摄入，以促进肠道健康，维持大便顺畅。许多老年意外事件往往由便秘时用力过猛所引发，进而诱发心梗或脑溢血，因此必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在延续原有生活习惯的基础上，适当增添营养丰富、易于消化与吸收的食物，即可为70岁后的生活增添更多健康保障。6. 适当的运动。社会上广泛流传一种观点，即到了特定年龄，生活应当趋于宁静与修养。然而，一味宅家静养，是否真能让生命绽放光彩，生活质量得以提升？事实上，适量的运动犹如心灵的清泉，能冲刷烦恼，带来欢笑与愉悦。因此，我们应当时常走出家门，拥抱自然，呼吸清新的空气，欣赏周遭的美景。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健身方式，并持之以恒，这样不仅能提升生活质量，更能促进健康与长寿。针对7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无论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只要身体状况尚可，运动时需注意3个关键点：项目选择、时间规划及强度控制。在运动项目的选择上，应避开高强度运动，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肺血管等关键器官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衰老。高强度运动会导致心脏负担过重，甚至引发衰竭，因此安全至上，选择中低强度运动更为稳妥。在时间安排上，建议每日坚持，若难以实现，则至少保证每周4次，每次运动时长控制在30至40分钟，既保证了锻炼效果，又避免了过度疲劳。当然，具体时长可根据个人体质灵活调整。在运动强度上，建议以中等强度为宜，即运动后感到微微气喘、轻微出汗，心率控制在每分钟110至120次之间。这样的运动强度既能达到锻炼目的，又相对安全。步行、骑行、广场舞、太极拳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体质较弱的老年人，每日散步亦能带来诸多益处。值得注意的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运动时需格外关注风险控制，如糖尿病患者需注意避免空腹运动以防低血糖，高血压患者则需确保血压稳定后再进行锻炼，以防血压升高导致心脑血管意外。因此，老年人在选择运动方式、运动量及运动时间时，务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安全地进行锻炼，以确保身体健康与安全。7. 慢节奏生活。急性子的人步入70岁之后，建议有意识地调整生活节奏，摒弃年轻时的急躁与冲动。早晨醒来应缓缓起身，先在床上静坐片刻，再从容地穿衣下床。午后不妨小憩半小时，以养精蓄锐。在享用餐食时，切忌放慢速度，尤其是第一口，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吞咽功能减弱，过快进食易导致呛咳，故应细嚼慢咽，品味每一口食物的滋味。行走间亦需稳重，尤其是在外出活动时，步伐宜缓且稳，以免因急行或疏忽而遭遇意外，如撞伤、跌倒等。在人际交往中，秉持宽容与理解的态度，即使有理在先，也不妨退让3分，保持心态平和，避免争执与动怒，让心灵保持宁静与安详。总而言之，步入晚年，应学会凡事慢3拍，即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冷静处理遇到的问题，不轻易动怒，不与人争执，不陷入无谓的攀比之中，让心灵在宁静与和谐中得以滋养。8. 不管闲事儿。岁数大了，我们更应专注于自我管理，减少对孩子事务的干涉。毕竟，我们的知识与经验或许已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孩子们的事应放手让他们自主处理，其成果如何，皆是他们成长的一部分。古语有云：一辈人不管2辈事。减少对孩子生活方式的干预与担忧，自能心境平和。步入此阶段，宜秉持5少原则：少看、少听、少说、少管、少介入。如此不仅利于双方，亦能营造和谐温馨的家庭氛围。若与子女同住，务必保持居所整洁，避免杂乱无章，也不要随意待客。个人卫生亦不可忽视，勤加沐浴，保持体肤清爽，减少疾病困扰，减轻子女负担。年轻人与70岁老者的生活节奏自是不同，我们应理解并尊重这种差异。面对家务，若子女不愿或不满我们的参与，切勿心生落寞，学会适度放手，保持一颗宽容与理解的心。总之，年岁虽增，心态应年轻。与子女相处，更需智慧与包容。9. 留足养老钱。大多数70岁的老人都有退休金。现在农村里的老人，早年也都交了养老保险，生活也有了保障，即便每月都能领取到退休金，明智的做法还是为自己预留一部分应急资金。这样，在面对不时之需时，便无需依赖子女来承担经济压力，生活自然更加从容不迫。手中持有足够的资金，心中自然多了一份安稳。因此，在这个阶段，切勿将全部积蓄轻易交予子女。10. 有自己的爱好。70岁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因为爱好能让生活更加充实和有趣。毕竟70岁后的时光尤为珍贵，我们应当珍惜每一刻，努力让生活变得多姿多彩，这对身心健康大有裨益。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世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趣味与新奇。无需花费巨资，我们便能轻松地在网上学习各种知识，并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于喜爱花草的人来说，网络成为了交流养花心得的绝佳平台。热爱写作的朋友，则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发布到多个平台，与更多人分享。而对于拥有专业技能的您，网络更是展现才华、发挥余热的舞台。在这里，您不仅能感受到成就感，更能体会到被他人需要的价值，这无疑将极大地丰富您的精神世界。11. 防止出意外。在寒冷的冬日，我们应选择保暖的衣物以抵御严寒；而在炎热的夏日，则需穿着凉爽的衣物以应对酷暑。然而，在这两个季节交替之时，我们的免疫力会减弱，对冷热的感知也变得不那么敏锐，因此稍有不慎就患上感冒或发烧。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以保持舒适和健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记忆力会逐渐衰退。为了避免意外发生，我们在厨房烹饪时应尽量不离开，以防止火灾等事故的发生。同时，为了应对视力下降和动作协调能力的减弱，我们应该确保每个房间的灯光足够明亮，以便更清晰地看到周围的环境。如果老花眼的度数加深了，我们也应及时配镜进行调整。在卫生间里，我们应该选择防滑且干燥的地砖，以确保安全。同时，我们还需要确保卫生间的取暖设备在冬天洗澡时能够提供足够的温暖，以防止感冒。此外，我们还应该穿着防滑舒适的鞋子，以防止不慎跌倒。如果家里的灯或窗帘需要更换或清洗，建议请家政服务来帮忙，以避免因自己操作不当而导致的摔跤和骨折等意外。到了70岁以后，身体的退化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虽然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无病无恙，但这并不现实。因此，我们需要认老扶老，适应身体的变化。当疾病来临时，我们应该以阳光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与疾病温和共处。即使带病生活，我们也能通过积极的心态和合理的治疗来延长寿命。同时，我们还需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身后事，以免给家人和社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对于那些子女较多的家庭来说，我们更应该将后事交代清楚，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我们无法掌控自己的寿命长短，但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应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快乐的生活，随心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我们应该多享受生活的美好和乐趣，少受罪和痛苦。老去时，我们应该保持内心的从容和淡定，尽量不留或少留遗憾，这样才能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不拖累儿女，不给社会添麻烦。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或者看后有所醒悟，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